警察，所有人不许动！姐，你醒醒啊！注意现场保护，所有人退后。胸口贯穿伤，血液已完全凝固，死亡时间初步判断超过3小时。这个耳环，我认识，这是柳晶晶的耳环，是他杀了我姐，因为我姐不同意我们谈恋爱，他就痛下杀手。刀柄上一定有他的指纹。方哲，你听我解释，我没有杀死你姐，我是无辜的，你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你当然是无辜的，因为人是我杀的。那又怎么样呢？凶案现场的耳环是你的，别墅外面的车是你的，刀柄上的指纹也是你的，你就是杀人凶手。柳家的芯片技术以后就是我的了。没了你，我就能和方哲在一起了。至于你柳晶晶，后半生就在监狱里度过吧。你们这对狗男女，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柳晶晶，你涉嫌故意杀人罪，现在对你实施逮捕。放开我！站长，是他们杀的人，不是我，你们会遭报应的。没有，我没有杀人。我怎么会在家？我不是死了吗？2015年6月13日，难道我重生了？上一世，我柳氏千金，有钱有颜，却被狗男女算计杀人。别墅监控拍下的是我的背影，指纹和跑车更让我百口莫辩。最终我家破身亡，惨死狱中。重活一世，我不仅要洗清清白，还要把这对渣男贱女送进地狱。上一世，方婷就死在今晚，距离她死亡还有4个小时。如果我想破局，石野自带招黑体质，却是娱乐圈顶流般的存在，的确是我破局自救最好的人选。姐妹们看好了，顶流明星石野就在这家酒店，今晚我一定要拿下他。骂吧，你们围观的人越多，我心里就越踏实，因为没人知道4个小时后方婷死亡的消息会轰动全网，而这位顶流明星和几千万在线观众、警察将会成为我不在现场的铁证。看清楚了，那辆黑色豪车里走出来的就是石野本人，这就是我今晚的目标，谁也别想抢走我的不在场证明。看到没有，你们心心念念的男神就在前面，我现在就带他走，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全网见证现场。顶级酒店，顶级安保，无数监控，这些都将是我的不在场证明。嘿，拦住他！拦住他！非法拘禁，当众挟持，小姐，你这几条罪名叠加，足够你坐好几年牢。你现在开门道歉，我可以跟警方求情，说你只是热情过度的粉丝，不予追责。坐牢？你觉得我怕坐牢？以你顶流的体质，失联5分钟全网发酵，失联10分钟热搜爆榜。现在失联这么久，你的经纪人是不是已经报警了？当然，我的团队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事毁掉我的名誉。名誉在我眼里一文不值。这是柳晶晶的耳环，是他杀了我姐。你就是杀人凶手。我们查了别墅监控，监控显示那天开跑车去别墅的人，身形、衣着都和你一模一样，刀柄上验出的指纹也是你。我只要熬过今晚，我只要熬过这4个小时。你知道网上发酵成什么样了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件事吗？孤男寡女深夜锁在一间房，哪怕你没有恶意，全网舆论也会彻底毁掉你的名声。柳青青，你疯了！石野明天有非常重要的电影发布会，耽误了行程，你柳家倾尽所有都赔不起。你到底想干什么？僵持下去，对你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你绝对不能出去，我需要不在场证明。柳青青，你给我死出来！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到太平洋去了！你是我柳家独女，平时追星我可以不管，现在你竟敢当众闹事，快跟我回家！前世父亲为了替我洗刷冤屈，四处奔波，耗尽家财，最终落魄病逝。如今看着安然无恙的父亲，我满心愧疚与庆幸。
不是疯了？为了个明星，为了个不相干的男人，你连家都不要了？柳小姐，石野身后的代言违约金是以亿计算的，你这样做，柳家能赔得起吗？不管多少钱，你找我爸要，只要能关他一晚，我柳家就算倾家荡产也赔。晶晶，你快出来吧，妈求你了！晶晶，你快出来吧，妈求你了，咱们回家好好说，行吗？前世是我眼瞎心软，执意嫁给方哲，连累全家坠入深渊。你有什么苦衷？你告诉我，我出去会替你跟媒体圆场，不会让他们真的忍受你。作为顶流，他确实有一张让人疯狂的脸。我粉了他5年，这却是我离他最近也最不堪的一次。如果不是为了那条活路，我绝不会出此下策。不愧是自带招黑提示的顶流明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爆全网。柳青青，我是林警官，你冷静点。林警官，我有苦难言，只有跟他待在一起，我才能证明我的清白。11点50分，距离前世方婷死亡只剩10分钟了，只要熬过去，我就是清白的。什么困难需要用绑架来解决？你先出来，我们警方会帮你的。晶晶，快出来啊！时间到了。刘青青，刘青青，这一次，全天下的人都是我的证人。别拍了！柳青青，你大费周折闹这一出图什么？什么？城北别墅发生命案？我为自己刚才疯狂的举动感到后怕，也为前世的阴影感到战栗。怎么回事？出动这么多人？城北别墅发生命案，死者是一名女性，身份特殊，网上舆论已经开始发酵了。石野已经表示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可以走了。刘青青，城郊别墅发生重大命案，涉案车辆是你名下的法拉利，你涉嫌故意杀人罪，现在我们依法对你实行抓捕，请配合。不可能！我昨天整晚都跟石野在一起，怎么可能分身去城郊别墅杀人？我做了这么多，难道还是改不了结局吗？警察同志，我要大义灭亲，我们有重大案情线索举报。我作证，因为方婷不同意柳青青和阿哲的关系，柳青青早就对他心存不满。他亲口跟我说，只要方婷死了，就没人能阻止他和方哲在一起了。就算我和方婷同父异母，我也一直把她当成我的亲姐姐。你怎么这么恶毒？警察同志，这是昨晚11点别墅门口的监控录像画面，画面里这个穿着同款连帽衫、身形、侧脸和柳青青一模一样的女人，就是她本人。不可能！我女儿昨晚一直在酒店，全世界都看着呢。晶晶，你告诉妈妈，昨晚那些疯狂的举动是不是因为你杀了人，想用石野来掩盖罪行？原来她劫持石野是为了掩盖杀人的罪行。这女人也太恶毒了，利用顶流洗白自己的重罪。柳青青，你怎么还没走？林警官，他涉嫌那场城郊重大杀人案，这是证据。凌晨12点，城郊？这不凌晨12点，我亲手把他从酒店12楼抓出来，那里离城郊起码有30公里的车程。他就算会瞬移，也不可能在同一秒出现在2个地方。我亲自带队抓的人，时间误差不会超过30秒。12点整，柳青青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被带上警车。他怎么分身去30公里外的城郊杀人？可是报告不会出错，刀柄上的 DNA 确实是柳青青的，而且监控画面里也确实是他。方哲，你不是说方婷一定是我杀的吗？青青，我也是听苏瑶说的。你以为就能随便往你未婚妻头上扣杀人犯的帽子？姓方的，老子还没死呢，你就敢这么编排我女儿？你想干什么？你那张照片哪来的？监控又是怎么回事？安静。柳青青，
你昨晚那种近乎自毁的举动，其实是早就预感到有人要陷害你，所以才故意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对吗？是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一切太真实了。我梦见我被冤枉杀了人，而我百口莫辩，所以我只能找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人帮我记录下那一刻。所以你选了那个顶流明星石野。没错，石野自带流量，他这样的人，哪怕是一根头发丝掉在地上，都能掀起舆论风暴。警官，刚收到的消息，石野团队为了洗清被绑架的负面影响，已经派人把那晚酒店所有的监控细节都梳理了一遍。石野本人也来了警局，签署谅解书后，他本人通过官方账号发布了动态。真相终会大白，你也会重获新生。爸，我还是有嫌疑，对吗？这到底是保释，还是变相的软禁？金姐，别怕，有爸在。这个动作是苏瑶的习惯。苏瑶和我身形相似，加上那晚我确实把一套还没穿过的连帽衫落在了方哲的车里。查苏瑶，查他昨晚12点前后的具体坐标，还有查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寸处砍。不是我，跑车是柳青青的，刀上的指纹也是她的，你们凭什么抓我？刀柄上的 DNA 确实是柳青青的，因为那是你们从她家里偷来的。但我们在刀柄上还提取到了另一枚指纹，虽然不完整，但对比下来，的确是你苏瑶的。刀上有他的指纹可以解释，但你的你怎么解释？还有，我们在方哲的手机里还原了被撤销的聊天记录。昨晚他给你发过一条指令，按计划开他的车去城郊别墅，我姐已经到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要杀方婷，我们只是想做场绑架的戏，污蔑给柳青青，然后威胁柳家交出芯片技术。谁知道方婷会突然反抗，他突然反抗，刀子插进了他的心脏，他当场就死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方哲这个混蛋竟然想通过污蔑我绑架方婷，拿到柳家的芯片技术。苏瑶失手杀了方婷后，狗男女还妄想把杀人的脏水泼到我身上，可他万万没想到，我在那晚变成了石野的疯狂私生蜜。我用全网直播这种最不堪的方式，堵死了他所有的退路。全世界的关注成为了我不在场的铁证。这能说明什么？最多是苏瑶偷开了柳青青的车。至于我说的那些话，不过是作为未婚夫的担心罢了。哼，死到临头不知悔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方先生，你可能还没意识到，因为这件事牵扯到了石野。现在不仅是我们在查，全网的粉丝都在帮。你猜他们在你经常去的汽车美容店发现了什么？刘晶晶啊，就算你洗清了这次的嫌疑又怎么样？你这辈子都得背着绑架石野的污名过日子。方哲，你其实不止一次干过这种事吧？你胡说什么？那家汽车美容店的老板说，你经常带不同的女孩子去，让她们穿上我的衣服，开着我的车出去练手。如果出了小刮小蹭，就说是柳大小姐脾气大壮。那些女孩子后来都去哪儿了？他们那是自愿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自愿到最后都选择了自杀。方哲，你不仅是想让我背黑锅，你还想利用这种方式掩盖你多年来的变态嗜好。方哲，我们在你名下的一处废弃仓库里发现了那辆红色法拉利的真牌照，还有3具失踪多时的遗体。不可能！我爸会救我的！你爸方成远现在自身难保，他行贿和非法资金的证据已经堆满了省局的办公桌。这一次，我没有被送进那座冰冷的监狱，也没有看着父母惨死，
柳小姐，虽然你救了你自己，但我们阿野的名誉损失，钱在这里，代我向石先生道歉。另外，柳氏集团未来5年的全球代言，我们希望交给石先生，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真的不是为了拿下他？不是，我只是觉得比起做他的私生饭，做他的金主更有意思。方成远，你涉嫌行贿和非法集资，你被逮捕了。清算结束，一切尘埃落定。进来，刘总，石先生想见你，让他进来。5000万，加上5年的全球代言合约，柳小姐这手笔不像是单纯的粉丝道歉。石先生名利双收，这点东西对你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对我而言，这是买断我疯狂私生癖名声的公关费。是吗？可我听林警官说，你绑架我的时候，手抖得连房卡都刷不开。第一次干坏事，难免心理素质差了点。刘青青，你很聪明，利用我制造不在场证明，不仅救了你的命，还顺手拉垮了方家。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选我？因为你红得发紫，也黑得透彻。只要跟你沾边，全世界的眼睛都会盯着我。方哲就算想灭我的口，也没那个胆子。我要见柳青青，让我见她。她不来，我一个字都不会交代。我建议你见他一面，是希望你能彻底击垮他的心理防线，亲手画下这个句号，你也能真正解脱。柳青青，你这个毒妇！你明明知道我拿走了家里的刀，你也知道方婷那天去了别墅，你却故意设套让我们钻。方哲，如果你不生出污蔑我的心思，这个套你永远也钻不进来。我那是为了我们方家。你爸手握最高端的芯片技术和资源，凭什么不分给我方家？我不过是想提前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我忘了告诉你，苏瑶为了争取减刑，已经把你这些年虐待那些女孩子的细节全交代了。那些女孩不是自愿的，她们是被你用药物控制，被你威胁，最后才绝望自杀。柳青青，我输了，你以为你就赢了吗？柳氏集团不过是待宰的羔羊，我不宰，多的是人。等着看你柳氏集团怎么被人吃干抹净！我们在一起好吗？遇见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你。去哪儿？去拍代言广告。既然钱都收了，刘总总得看看这钱花的值不值。石先生，你这算是被我拿下了吗？刘小姐，你现在的名声已经够坏了，不差这一条。对不起，之前被水军带节奏误会你了，这是史上最硬核的自救。自毁、自救、洗白、保命。可我知道这场仗我还没打完。方成远虽然落网入狱，方家核心势力崩塌，但残余的底层势力依旧盘踞在外。他们竟然和陆成风联手，不死心的试图反扑翻盘，竟然还挖出了我的学校和在校生活，污蔑我校园霸凌。喂，准备好了吗？好，公开到网上。没想到吧，方哲，上辈子我无法得到的证据，这一世我早在重生的第1个小时就联系顶尖黑客，远程黑了被你删除的行车记录仪。这是我在柳青青家里偷的刀，你穿上她的衣服，开她的车去见方婷。只要你能坐实她绑架方婷的事，让柳家彻底垮台，方家就能彻底取而代之。姓方的这是谋杀未婚妻啊！柳氏千金真是人间清醒。我要是他，我也先找个帅哥保命。刘总，柳氏宣布全额资助受害者的家属，并为那几个被迫害致死的女孩成立专项法律运路基金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请您签字。谢谢柳氏集团，谢谢刘总，好人会有好报。爸妈，这一世我终于护住了你们。故事的最后并不像童话里那样，我和顶流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我依旧是那个雷厉风行的刘总，忙着把方家被查封的产业一点点吞并进来，时也依旧做他的顶流明星，飞往柏林、米兰，在聚光灯下享受着万众瞩目。
刘总，今晚不打算绑架我蹭热度制造不在场证明了？怎么，石先生还没被我赔偿的代言费砸够？该怎么形容你的脸？可爱的合约里可没写，我还要负责接送喝醉的老板。和你深情一点暧昧黑，我可以这样喊你吗？石野，你为什么要帮我到这一步？大概是因为你的眼神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人。谁？一个同样在黑暗里拼命想抓到光，却没能像你这么幸运的人。前世的我也是那个没能抓到光的人，而这一世，我不仅抓到了光，还亲手点燃了整片荒野。刘青青，祝贺你重获新生。谢谢你，石先生，以后有缘我们再见。方家已经彻底成为历史，而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那晚之后，我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在私下见过石野。柳氏集团吞并了方家的核心产业后，我忙得像个连轴转的陀螺，从高管大换点到新项目的跨国并购，我把前世在监狱里积攒的所有不甘和戾气全都发泄在了商场上。媒体给我贴上了个新标签，铁血黑寡妇。他们说我克夫，说方哲沾上我，才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那是他们命不够硬，镇不住我柳家的财气。后来我虽没见过石野，但他的名字却无处不在。作为柳氏的全球代言人，他的巨幅海报挂满了各大城市的 CBD， 他的每一部电影和剧，我都让财务批了顶级的赞助费。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极其完美的金钱与美貌交织的契约关系。刘总现在的手段，真是越来越有当年方老头子的风范了。陆总抬举了，方成远现在在里面踩缝纫机，我还在外面喝香槟，我们怎么能一样？刘青青，女人太要强不是好事，不如把柳氏集团让出来，回家做你的千金大小姐。陆总胃口这么大，吃得下吗？你们陆氏集团资本做空，逼得其他企业破产跳楼，陆总晚上睡得着吗？你那条院线我志在必得，不如你开个价，连带你手里那个叫石野的男宠我一并盘过来。陆成风，出门前没刷牙的话，我不介意用香槟给你洗洗嘴。老板，我来迟了，扣工资吗？不是吧？我没看错吧？他喝了柳青青喝过的酒。圈内不都说柳青青倒贴吗？砸钱硬捧着石野，结果这位顶流眼高于顶，根本不搭理他。我之前也以为他俩演戏呢，可你看现在，石野居然当众拿起他的杯子喝酒，这姿态简直是把我是柳青青的人几个字刻在了脑门上。原来这就是10大顶流，果然是个尽职尽责的好戏子。不过柳氏能给你的，我陆成风能给双倍。过几天你的合约就到期了吧？来我这儿，违约金我替你付。陆总这是当着我的面挖墙脚了。陆总财大气粗，不过可惜我这人挑食。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陆总给的饭太馊，我咽不下去。刘总，这里太闷，介意带你的代言人出去透透气吗？走吧，带你去吃不馊的饭。石野，你刚才那张嘴可真够毒的。陆成风那种睚眦必报的小人，你算是把他得罪死了。刘总这是在心疼我，还是在害怕？我怕他个鬼！不过说真的，你的合约下个月确实到期了。陆成风虽然人品烂，但手里有几个全球顶级的蓝血、高奢资源。他要是真砸钱挖你，你不会不动心吧？刘青青，1年多没见，你是不是忘了当年在酒店门口谁大言不惭的发誓的？我还没让你兑现诺言，怎么可能跳槽？你这样，我比面对几百亿的并购案还要慌乱。惊天丑闻，顶流明星隐瞒暴力史，曾致人死亡。难怪当年石晶晶要绑架他，原来都是杀人犯，抵制劣迹艺人，赶紧封杀永久禁演，杀人犯滚出娱乐圈。为什么前世那种被千夫所指、被无形的手死死掐住脖子的窒息感再次袭来？刘总，陆成风那边放话了，
他说只要我们放弃对那条院线的竞标，并宣布和石先生解约，他就立刻撤下热搜，并放出澄清证据。他这是要逼我像丢弃一枚弃子一样丢掉石野，是他大爷的！刘总，通知法务部把所有造谣的大 V 号全部截图固证，通知财务部准备10个亿的资金护盘，就算今天柳氏的股票跌穿地心，我也兜着。可是石先生那边，他那边我来处理。把石野公寓的密码给我，我现在去找他。刘晶晶，你来解约的吗？解你大爷的约！石野，老娘花了几千万买的热搜位，不是看你在这儿借酒浇氛的。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要你说你没杀人，我柳晶晶哪怕倾家荡产也替你摆平。秋车啊，我还以为你真背着人命呢，吓老娘一跳。但我懂，或许你不信，被舆论强行定罪，被全世界戳脊梁骨，那种窒息感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逼疯，百口莫辩的绝望，我能感同身受。正当防卫救亲妈，这放出去不是妥妥的法制频道感动中国素材吗？你在这颓废个什么劲儿？可是网上的舆论，舆论算个屁！老娘当年开车杀人的锅都能掀翻，还翻不了你这个连案底都没有的旧账。石野，去洗个脸，把你的高定西装换上，今晚我带你去打狗。老板又有活。查陆成风，我要他名下那家投资公司最近半年所有的做空数据、资金流向，能挖多深多深。另外去查14年前城南旧巷的那家报案，我要当年所有的出警记录和邻居证词。讲道理是没用的，只能比他更狠更黑。得嘞，给我3个小时。好。陆成风啊，陆成风，原来你这2年之所以能屡战屡胜，根本不是因为眼光毒辣，而是涉嫌严重的内幕交易和操纵股市。你做空的那几家公司都是提前买通了高管，故意制造利空消息。刘总，当年石野生父敲诈勒索的完整录音，以及当年警方的详细结案报告都被我搞定了，我发给你。好。3000万，1分不能少，立刻打到老子卡上！不给，你等着，老子现在就去网上曝光你，让你身败名裂，让你被全网唾骂！陆成风，这是你自找的。造孽呀！这爸就是个畜生，他爸一喝酒就对他们娘俩拳打脚踢，我还亲眼看到他爸抡着椅子朝他们娘俩砸去。对，他爸还抓着石野的头发往墙上撞，好几次我看到他和他妈被打得吐血。谁能知道石野这么强惨？陆成风，好戏开场，你准备好下地狱了。你陆氏集团的股票开盘即跌停，而我柳氏集团因为这波硬核反击和石野暴涨的同情风，股票开盘就拉升了5个点。刘总，听说那个曾在慈善晚宴上不可一世的疯狗，仅仅嚣张了不到24个小时，就被送进去跟方成远作伴了。是的，刘总，这是我们最近一直推进的海外院线并购案，目前进度非常顺利，现在就只差您的签字确认了。对了，刘总，石野先生现在也已经来到公司了，目前他正等在办公室外面，请问您现在要安排他进来见您吗？既然他已经亲自过来了，那就请他进来吧。我也正好想看看这个立了大功的人，现在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怎么穿成这样？堂堂顶流巨星，打算给我表演个情景重现？刘青青，你的公关费我已经付不起了。所以呢？当年你说一定要把本命男神私有化，刘总，我今天没有通告，明天也没有。石先生在电影里是高不可攀的清冷神明，没想到骨子里的狠劲儿和占有欲这么让人招架不住。
体力不错啊，还有精力看报表。别忘了我是资本家，资本家只要没死，就能爬起来搞钱。行，你负责搞钱，我负责做你坚强的后盾。我和石野的这层窗户纸就这么简单攒爆的破了。我们没有官宣，也没有刻意隐瞒，在这个名利场里，真正的上位者从来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自己的私生活。刘总，刘氏集团的版图正式扩张到欧洲，鼎盛品牌 VA 的亚太区总代言拿下，干得漂亮！石野那边的电影呢？拍摄进行得非常顺利，张导是圈内顶尖导演，加上柳氏集团的全额赞助，这部电影就是冲着蒙瑞尔国际电影节去的。一旦拿奖，对石先生的演艺事业将会是一大助力。我要让他成为娱乐圈不可撼动的传奇。刘小姐，恕我直言，你们华国企业虽然财力雄厚，但电影是个讲究底蕴和血统的东西，钱买不到荣誉。在我们的电影节评审体系里，华国电影没有一席之地，你们的演员也不配合我们站在同一个名奖台上。包括你养的这个漂亮宠物，听说他之前在华国卷入过丑闻，让他入围最佳男主角，简直是侮辱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我已经联合了另外几个导演，准备向电影节协会施压，取消他的资格。文森特先生，听说您最近3年的电影票房很难看啊，您背后最大的资本 NC 集团已经准备撤资了呢。这只是暂时的资金危机，不劳刘小姐费心。你确实不需要费心了，因为就在今天下午，柳氏集团已完成对 NC 集团股权的全部收购。也就是说，从明天起，你引以为傲的电影血脉，得看我柳青青的心情才能继续流淌。文森特，记住一句话，在绝对的资本面前，你的傲慢一文不值。至于石野，至于我，文森特先生如果有意见，可以直接冲我来。不过在你们施压之前，最好先去看看今晚纳斯达克的股市。得罪了刘总，您未来的处境恐怕会比你现在的脸色还要难看。说得不错啊，石先生。刘总教得好。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最佳男主角，获奖的是。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最佳男主角，获奖的是华国的演员石野。感谢最佳男演员这份荣誉授予我。电影无国界，但艺术有风骨。一路走来有过偏见和质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最后，我最想感谢一个人。我的天，他这是在当众求婚吗？太惊喜了！这个华国男人也太浪漫了吧！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最佳男主角。干得漂亮，石先生，回去给你加薪。这一幕好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刘青青，当年你在这个姿势下跟我说，你倾家荡产也要赔我的违约金。怎么，现在嫌5000万少了，想坐地起价？不，我现在身价太高了，别人买不起，所以我打算把自己彻底卖给柳氏集团，签一份终身卖身契。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最佳男主角。刘青青，你愿意嫁给我，做我此生永远的最佳女权吗？以后我的命、我的钱、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刘总，听说柳氏集团这次并购案后，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亿，这算是给石先生的聘礼吗？蒙瑞尔国际电影节石野求婚属实吗？请问婚期定在什么时候？婚期定了，会通知大家。至于聘礼，我整个人都是柳氏的资产，自然是我高攀了刘总。女总裁和顶流影帝的 CP 感直接拉满，太好磕了！霸气御姐配温柔娇夫，这对我能磕一辈子！这是什么神仙顶配 CP， 氛围感直接封神，锁死这对强强父母真的太戳我了！爸，您快别折腾这盆景观树了，再这么用力剪下去，这盆树可就真的要被您给剪秃了。哼，这么大的事儿，全网都知道了。老子竟然还是看新闻才知道自家闺女竟然被人给拐跑了。伯父，事发确实突然，没来得及提前亲自向您请示说明，这些是我准备的一点诚意，请您过目。
你把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部无条件转入到了我女儿的账户，还有这个估值极高的个人潮牌，法定代表人也换成了我女儿。你小子算你有良心，我们柳家虽然不缺钱，但这态度还算端正。行了，今晚留下来吃饭。怎么，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你看你妈那个样子，真是恨不得要把你当亲儿子。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高兴，能够像现在这样一家人整整齐齐的聚在一起，我真的太开心了。师爷，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婚礼筹备的简单一些吧，不要那些繁文缛节，到时候直接包下一座海岛办晚宴，怎么样？都听你的，只要你开心，哪怕是去月球办婚礼，我都陪着你，一切细节按你的心意来。刘总，这有一封来自监狱的信，收信人写的是您，信封背后的寄信人署名写着方哲。你直接告诉我写了什么。方哲在信里痛哭流涕，说他在里面每天都被人欺负，说他得了严重的胃病，求您念在过去几年的情分上，帮他找个好律师申请保外就医。他还说，只要您肯帮他，他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您。看什么呢？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讨论那个倒霉鬼。尝尝这盒刚洗好的车厘子，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不过是一个死人的临终遗言罢了，没必要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这种垃圾也配脏了你的眼？以后这些晦气的东西直接拿去处理掉，没必要特地拿过来，让你在这里心烦意乱的。刘总，下周就要结婚了，你的眼里只能有我。要是再让我看见你盯着别人的东西看，我可不敢保证会做出什么。施先生，你现在越来越像个恃宠而骄的祸水了。祸水不好吗？全网都在说是我这张脸迷了刘总的心窍，才让你大把大把的砸钱。我这叫敬业。你知道吗？有个不怕死的八卦营销号还在暗戳戳带节奏，说我们这是利益捆绑，是一场秀，甚至预言我们不出3年必离婚。我正打算让公关部直接发律师函。暴力封口多没意思。老婆，配合我一下。不是利益捆绑，是我死缠烂打；不是作秀，是我终于得偿所愿。至于3年后，如果3年后你们还能看到我，那一定是我还在刘总面前争宠。谢谢你为了我一次次打破自己底线。婚礼不去海岛了好不好？我想订在全市最顶级的豪生酒店，定在那个一切开始的地方。柳青青，我办案这么多年，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大跌眼镜的人。谁能想到2年前我在这扇门外喊话抓人，2年后我居然在同一扇门里给你当伴娘。林警官，这就叫缘分。如果没有你当年的严谨，我也没有今天。吉时已到，新娘子，祝你幸福。刘青青，我终于抓到我的光了。你说，今天婚礼现场的同步直播，会不会比我当年绑架你时还要轰动？2年前的今天，我在这家酒店的楼下开了一场直播。那天我说，
我要把那个遥不可及的梦中人变成触手可及的枕边人。今天我依然站在这里，当着全世界的面宣布，我不仅睡倒了，我还给他盖了章，上了锁，这辈子他都只能是我柳晶晶的合法私有财产。这一次，没有陷害，没有背叛，没有深渊，没有进步。这一次，我柳青青赢得干净净，赢得满盘皆赢。